一个人的荒野求生，不仅能做到鸡鸭成群，连猪群都是野外捕获的。您能想象他的生活有多精彩吗？在自己挖掘的鱼塘里钓鱼是什么体验呢？鱼钩只需抛在岸边，清晰的咬钩动作，每一条都有手掌大小，而这一条需要60分钟的，有多大的体型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阳光已照在野猪幼崽的身上，小家伙们很健康，鸡妈妈也在教授小鸡宝宝进食的技巧，鸭群的数量也有了很明显的提升，畜牧养殖前景一片光明。趁着清晨较凉爽的天气，熊哥要去采挖一些竹笋。虽然现在不是采挖的季节，但第一批的竹笋已经快要长成，而且也不需要太多，2、3根就足够。他要做一份爽口的下饭小菜。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熊哥来到了竹林。一根硕大的竹笋长势凶猛，3、2刀连根斩断。他还要继续搜集，发现的第2个还太小，熊哥决定将它留在这里长成毛竹。3个已经足够，还要赶紧回去准备。去掉老化的外皮，只留下鲜嫩的笋心。切割下来的这些刚好可以用来喂野猪。竹笋已准备完毕，将外皮倒入猪圈，这些很符合野猪妈妈的口味。小猪仔们也在尝试着学习进食，看来要找时间给幼崽们准备一个专用的食槽了。所有的竹笋再次清洗干净，用2米多长的大砍刀将竹笋切成薄片，采摘一些长红的小米辣，足够的数量可以让制作好的小菜更具风味。最后再加上一点腌制用的粗盐，全部搅拌开来，装入准备好的罐子中，加入山泉水烧制的凉白开。为了防止腌制过程中竹笋会漂浮出表面而变黑，熊哥又专门制作了小的编织竹板，并用碗压住以增加重量。一罐爽口腌制竹笋就已完成，只需要10多天的腌制，便可品尝到鲜嫩的味道。转眼已是新的一天，又到了熊哥的亲子互动时间。老婆再次带着闺女来到了农场，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，这是她为闺女制作秋千的材料。仔细修理平整表面，用已经生锈的簪子在4角穿凿出孔洞。熊哥的老婆已经在准备今天的午餐了，自己种的丝瓜摘上几个，去除掉外皮，鲜嫩的果肉就自成一盘充满自然味道的小菜。没有现成的绳子做秋千，熊哥就用多股的树皮编织成了绳索，然后依次穿过4角的空洞，找到恰好平衡的位置。等到所有的连接处固定好后，一处充满了儿时回忆的秋千就已制作完成。虽然熊哥平时比较沉默寡言，但内心却是父爱满满，这也是难得的一家人的快乐时光。简单的3个菜，唯一荤腥的就是一盘炒鸡蛋。养了这么多的鸡鸭鹅猪，为什么就是舍不得宰杀一只呢？真是让人费解。饭已吃完，闲着无事的熊哥又冒出了新的想法，他要为老婆和孩子打造一处户外游泳池。菜园的旁边2个锄头持续挖掘，一处宽敞平整的地面就已准备就绪，拿出专用的防水雨布，然后在4周安插上牢固的立柱，等到4边的横梁捆扎结实，一处户外泳池的底座就已基本完工。将雨布一点点的固定，足够大空间的泳池完全容得下3个人。将清凉的山泉水注入其中，等到水位足够，一边享受着阳光和微风，一边享受着这难得的快乐时光。并且今晚老婆和孩子也将会在自己的农庄过夜，一个下午的畅快玩耍。晾晒好衣物，森林很快就会进入到黑夜。转眼已是第3天的清晨，明媚的阳光照常升起。熊哥带着闺女和老婆参观自己捕获的野猪，此时野猪幼崽已可以到圈外自由玩耍了，还有逐渐壮大的鸡群和鸭群，所有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财富。眼看已快到午饭的时间了，虽然舍不得杀鸡宰羊，但是鱼塘中的鱼还是可以煮上一条的。再次回归老本行，熊哥拿出那只具有象征意义的鱼竿，刨上几根蚯蚓，他要让闺女看看自己曾经的荣耀。挂上饵，甩下竿。自从鱼塘挖掘出来后，还从未钓过里面养殖的鱼。仅2分钟的等待，第1条鱼已经上钩，超过手掌的大小，看上去很不错。再次抛竿入水，小树枝做的鱼漂虽然简易，但依然可以很好的辨别是否有鱼咬钩。只是一个简单的斗鱼动作，熊哥再次收获了1条。短短10几分钟就已经钓了4、5条，并且每一条都不低于手掌大小。看来鸭子的粪便肥料营养充足，这是我们平时所见的鲫鱼吗？怎么感觉背鳍和尾巴有些不同呢？有知道的老铁吗？继续垂钓，随着最后1根提起，完全是手感让熊哥立刻起身。这是1条大鱼，没有抄网，他必须要慢慢的将其溜翻，才能稳稳的提上岸。10几分钟的操作，1条5斤左右的大鱼终于提出了水面。看来自己钓鱼的技术依然没有退步。将小鱼重新放回鱼塘，这1条大鱼已足够3人食用。然而快乐的时光却总是短暂的，在吃完这顿饭以后，老婆和孩子就将离开，而自己也将继续为农庄的打造一直留在这里。农场旁边再次捕获新的野猪，圈套牢牢拴住后腿，如何拼命挣扎始终无法逃脱。现在农庄已逐渐形成真正的野猪群，漂亮的蝴蝶正在吸食着花蜜，这标志着清晨的来临。熊哥也正式开启新一天的工作。一大片栽种的旱稻在几场大雨过后长势异常凶猛，所有秧苗都已成型。
杂草也是随着降雨拔地而起。熊哥要利用1个上午的时间将其全部拔除干净，等到这一片旱稻收获，全年的粮食问题也将得到解决。远处的山坡一大串芭蕉已经成熟，这完全是大自然的馈赠。虽然自己并不太愿意吃，但是喂猪还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拦腰直接砍断，20-30斤的重量，滑嫩的口感虽然比不上香蕉，但维生素的含量也是旗鼓相当。临走前再砍1节芭蕉树干，只要有芭蕉树的存在，农场里的牲畜就不愁食物的问题。再次回到农庄，将成熟的芭蕉尽数砍下，装上满满1桶。这些就是猪群晚饭前的水果套餐了。先给黑猪来上几串，这2个大家伙基本不挑食。剩下的几个，熊哥剥开了外皮，让野猪幼崽学习进食的技巧。饲养在最边上的另一头野猪，熊哥已经好长时间都没有和其交流感情了，适当的给它抓抓痒，才能降低它的野性。正当熊哥沉浸其中之时，森林的天空再次下起了暴雨，抓紧时间制作鸡群和鸭群的饲料。还不知道这场雨要持续多久，大雨一直持续到了深夜，源源不断。从山上流下的积水，不知道会不会将自己的鱼塘再次冲走。毕竟上一次已经冲塌了一侧堤坝。新一天的来临，貌似一切都安然无恙。调皮的小野猪已经开始初步展示出了野性。现在这里就是个决斗的现场，用鼻子相互较劲，可能也是小家伙们争夺地位的方式。不过看起来还是小公猪更厉害一些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小母猪就已败下阵来。才刚刚消停没一会，3个小家伙又再次打了起来。这好像还是一场小规模2打1的混战。小野猪们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在喂完所有牲畜之后，今天熊哥要清理另外一块伤心之地。这里是2年前就已开发的，专门种植姜黄的山地斜坡。伤心则是因为这2年姜黄的价格突然降得很低，种植了这么大片的东西却没办法进行售卖，这也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收入降低了很多。那么有老铁知道姜黄是做什么用的吗？虽然价格便宜，但也不能就此丢掉，毕竟也是自己辛辛苦苦种下的，价格总是会有回春的时候，偶尔清理一下杂草也还是必要的。然而在熊哥想要拔出最高一处杂草时，却差点就让自己受到伤害。轻轻地扒开，猛地一下后退，仔细一看，原来这里隐藏着一处金黄色的野蜂窝。单单只从外形上看就知道，如果背着到就将会十足的痛苦。有人认识吗？帮忙评论区普及一下知识。熊哥可不想打扰到他们，只是将草头切断就赶紧离开了。临走前带上一点新鲜的树叶喂养野猪和山羊，山羊也已经很久没有放养了。熊哥决定剩下的时间自己要做一天放羊人。漫山遍野翠绿的青草，足够羊群吃个饱了。将它们放在棚舍中饲养，也是无奈之举。毕竟旱稻已经长出秧苗，要是全被这些家伙给霍霍了，那自己1年的口粮也就瞬间没了着落。不过这2只小羊，眼看快要长到成年的体型了，为啥颜色还是没有变回棕色呢？转眼时间已到了第3天的清晨，轰隆隆的摩托车声响遍了整个山谷。这可是马力十足的越野摩托，虽然除了灯不亮喇叭不响，但性能还是1等1的优越。这是熊哥花了大价钱在城镇市场上淘来的，来来回回4-5趟，终于将扩建农场的材料运送完毕，总共5捆全新的铁丝网。有了这些，农场的建设必将会得到质的飞跃。眼下也算是有了第一件大型现代设备。就在住所的旁边，熊哥要搭建一处专门放置这辆越野摩托车的屋棚，刚好的空间，倾斜的顶棚，虽然破是破了点，但是依然阻挡不了熊哥对其爱不释手的感觉。毕竟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机车的梦想嘛，他自己当然也不例外。开心的表情弥漫在整个脸庞。更为惊喜的事情伴随着第4天的清晨而来，菜园旁边的茄子，这里成了虫子的天堂。不过没有农药喷洒，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，它并不会过多影响果实的生长。巡视一下野猪的情况，就在熊哥继续行走的时候，发现了山坡下的异常，那是之前设置下的陷阱，赶紧前往查看。原来是一只新的野猪触发了陷阱，它的后腿已被绳索牢牢地拴住，但是依然具有攻击性。熊哥也是本能的后退，扁扁的肚皮，看来这头野猪已经很久没有进食，再次尝试逃脱。不过弹性足够的陷阱已经让其没有很好发力点，这样的动作小家伙肯定已经尝试过无数次。这还是一只公猪，熊哥赶紧跑回去寻找可以制服它的工具，终于将4肢和嘴巴全部捆住。这下野猪群又将注入新鲜的血液，毕竟另外一头小母猪还没有受孕，真是期待另一窝野猪幼崽的诞生。野猪与黑猪爆发了冲突，刚被放出来的雄性野猪逮住了雌性黑猪，进行了友好的交流。被圈养的野猪已得到彻底的释放，它们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之所。捕获的野猪已被擒获，熊哥要赶紧准备圈养的地方。山羊不知道是被卖掉了，还是转移到了哪里，空余出的羊圈就刚好合适。不过想要饲养刚刚捕获的野猪，还需要进一步处理，横梁之间的缝隙太大，野猪很可能会因此逃出。在每一根横梁的中间加装上一根毛竹，即可杜绝这样的意外发生。当然地板也要进行缝隙的填实，尽量平整，
才能让野猪生活得更加舒适。周边每一个可能松垮的地方都进行了2次加固。1个上午的忙碌，猪圈终于改造完成，将野猪抱起，解开捆绑在4肢和嘴巴上的绳索。等到松手的一瞬间，熊哥赶紧跳出围墙，毕竟是刚刚捕获的野猪，并且嘴边的獠牙有要长出来的趋势，如果被它攻击到，小腿很可能会因此而断掉。圈养的问题已得到解决，砍伐一些刚刚长出的新鲜枝叶，小家伙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。全新的环境让他有些不知所措，然而饥饿还是让他暂时放松了警惕。转眼间已到第2日的清晨，野猪幼崽还在为争夺地位而蠢蠢欲动，所有牲畜也都在嗷嗷待哺。这一公一母的野猪圈养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雌性野猪此时是否已经怀孕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刚刚捕获的这头雄性野猪。熊哥的到来立刻就让他感觉到了不安，四处逃窜，俯身低头的姿势是害怕的同时也是在防备。就在熊哥倒完食物递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突然启动，也是吓得熊哥赶紧起身。看来经过1夜的时间，这头野猪依然野性十足，它比之前捕获的几头都要难以接近和驯服。熊哥知道这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。这边5只野猪幼崽已经可以自主进食了，这意味着它们将会快速的成长，再次扛上斧头。天黑之前还有更加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，寻找粗细合适的树干。他要重新打造更大的场地饲养猪群。3个多小时的劈砍，材料已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丈量好尺寸，全部切割出相等的长度，包含菜园在内的一大片下方空地都要被圈合在一起。沿着棚舍的边缘，相同的距离处就要挖掘出深坑，切割好的树干再依次的放入其中，当然每一根都要紧密的夯实。此次扩建的范围足够宽敞。然而还未等到完成，森林的天空又下起了暴雨，幸好仅持续了30分钟。最先开垦的菜园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，以后的这里也将作为猪群的乐园。所有的立柱都已固定完毕，熊哥还要沿着周边挖掘出长缝的深沟，将购买的铁丝网搬运到指定的位置，用它进行4周的围挡，是很久之前就已计划好的设定。沿着立柱一点点的铺开，而底部刚好可以深深的嵌入土层，以保证整面墙壁的牢固。然后用铁丝和铁钉再将其彻底的固定，并用泥土覆盖好底沿，这样一个足够坚固的铁丝围墙就已搭建完成。剩下的周边只需按照相同的步骤即可将整体完工。然而此时的天色已开始逐渐的昏暗，看来剩下的工作只能明天继续完成。又是一个闷热的清晨，熊哥用了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，终于将所有的铁丝网固定。接下来将所有的野猪全部放出了，将猪圈切割出1道小门，这样它们便可以自由的进出，外边宽广的空间可以自由的奔跑。而下雨的时候，这些小家伙可以重新回到圈中避雨。熊哥再次来到了新捕获的野猪棚舍，他想要试着和这个小家伙建立信任的关系，毫无减退的警惕性还是让熊哥选择了暂时放弃。他还不适合被放养，如此宽敞的空间足够野猪们好好的撒欢了。而此时的熊哥又冒出了更加大胆的想法，他要将黑猪也一并的放出，让他们和野猪一起生活。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，毕竟2只黑猪都是雌性，它们还没有受孕的机会。雄性的野猪胆子确实大，虽然体型矮上许多，但也勇敢地追求起了自己的爱情。它已经爬在了黑猪的身上，一步一步地朝着没人的地方走去。然而正是又怎么能容得下小3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搏斗。面对体型的悬殊，老铁们觉得谁可以打赢呢？战争在熊哥的调节下已经停止，野猪妈妈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从猪棚中走出。她在辨别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否存在威胁，在确认之后，自己则带着野猪幼崽去探索着全新的世界了。刚刚去后山的家伙回来了，他累坏了，躺在猪食槽中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熊哥也是看出了端倪，希望这个家伙能够一发命中，这样猪群也将在不久的以后迎来更加的强大。又到了喂养牲畜的时间，部分的鸡群利用了它们短暂飞行的技能进来和猪群抢夺食物，但场景还是比较和谐。眼看着畜牧养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，不知此刻熊哥又会是怎样的心情。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挖掘出几条便于排水的沟渠，毕竟热带雨林的气候有着太多的降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200多斤重的黑猪和如此体型的野猪，究竟谁可以打得过谁呢？不愧是野猪，虽然只有2只雄性，但它们分工明确，4只雌性已经全部受孕，2代杂交的野猪幼崽将在不久的以后降生在农庄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开始采摘成熟的丝瓜，3-5根数量就足够自己吃上好几顿了。然而还未等到开工，森林的暴雨又突然而至。2个小时的浇灌，就连鸭子都躲在雨棚之下，2头最大的黑猪也是一样。然而野猪终究还是野猪，这样的倾盆大雨在他们面前好像已被完全忽略，甚至内心还有点小欢喜。大雨已经停了，熊哥要去查看一下自己种植的庄稼是否有被损坏。门前的丝瓜一切完好，他还要继续前往巡查其他的地方。这片栽种下的玉米地已经开始开花，要不了多久
又将可以收获足够多的玉米，这不但可以喂养更多的牲畜，并且还有可能增加额外收入。连续的大雨让芋头地长出了太多杂草，清理干净才能保证种植的果实拥有足够的肥料。而种植在上方的木薯看上去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熊哥要将隐藏在其中的香蕉幼苗全部清理干净，这样才可以将木薯的产量提升到最大化，并且切割下来的幼苗也刚好可以带回去喂猪群。鲜嫩的根茎富含充足的水分和营养，猪群已发现了熊哥归来，将鲜嫩的幼苗全都抛入其中。无论是野猪还是黑猪，全都非常喜欢，并且经过几天共同圈养，它们之间已经不会产生摩擦。毕竟在美食诱惑的面前，彼此都没有展示出侵略性。当然，这头最后捕获到的雄性野猪也是需要好好的照顾，即使已经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，依然还未能将其驯服。丝瓜花架上已经结出了太多的果实，熊哥要将它们全部采摘下来。虽然在我们看来它们已经长老了，但在越南这样的程度才是刚刚好的。采摘完毕，这整整1箩筐自己肯定吃不完，所以天黑之前，熊哥还要将它们全部运送到城镇中进行售卖，而这也是自己增加收入的方式。转眼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熊哥再次背上竹篓向远处的山头进发。那里的山坡上有大片已经成熟的香蕉，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去采摘一些给猪群改善一下伙食。一根未能承受住重量的香蕉掉落在地上，已经完全溃烂，但依然可以清洗辨认出它的果实足够的丰满。像这种还未成熟的香蕉，熊哥完全没有兴趣，他要寻找的是已经自然成熟的。一串接近60斤重量的香蕉就在不远的前方，直接在树干上砍上一刀，只要轻轻的一拉，其本身的重量就可让自己轻松的获得。剥开外皮，滑嫩的果肉富含水分和营养，然而在熊哥的生活中，它们仅仅只能够用于喂猪。1毛左右的价格和过于遥远的运输距离，决定了它压根不值得被售卖。就自己眼前的这么一大串，仅仅只需10多块人仔就可以买到。将香蕉全部劈砍下来，这样便可以减轻不少背回去的重量。而途中经过栽种的木薯地，顺手采摘一些新鲜的叶子，其内部含有的酸性物质可以让吃饭的时候更加具有风味。高温的天气和长途跋涉让熊哥看上去略显疲惫，但猪群的喂食不能就此耽误，将完全成熟的果实全部分拣出来，滑嫩的口感深受猪群们的欢迎。熊哥抚摸着小野猪，小家伙们也到了该断奶的时候，否则野猪妈妈的负担太过沉重，对第2次的备孕非常不利。他决定进行第1次尝试，将幼崽们关在猪圈之中。第3天的清晨，太阳依然浓烈。今天熊哥决定要将自己的厨房进行全新的改造升级。距离住所不远处的山坡，这里有被山洪冲击而来的青石，将它们一点点的敲碎，就可以获取到足够多的材料。而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石，就是堆砌炉灶的最好选择。2个多小时持续敲击，终于是完成了。用背篓将石块全部运回到住所。这项工作看上去容易，但其实并不轻松。首先将之前用粘土制作的灶台拆除，然后再用石块按照先前的痕迹摆放出大小刚好的底座。接下来就是堆砌了。不过这次熊哥决定要用水泥和沙子进行石块之间的粘结，只要制作好便可一劳永逸。沙子和水泥完美搅拌，又到了展示自己瓦工技术的时候。来上一铲子水泥，再挑选出造型和大小合适的石块。虽然手法看上去略显生疏，但是石块的选择却是恰到好处。1个上午的时间，圆润坚固的炉灶框架就已堆砌完成。1个晚上的等待，水泥将会完全凝固。时间已到了第4天的清晨，接下来就是要制作灶台的上半部分。先将木板支撑出悬停的底座，然后再用钢筋摆出便于凝固的造型，最后用水泥整体浇筑。等到4周完全处理平整，1个炉灶上沿就已初步完工。待其凝固，再将中间预留的位置掏挖出孔洞，这样1个可以持续性使用的厨房就彻底的建成。伴随着第5天的到来，5只野猪幼崽已经断奶成功，小家伙们已开始自主进食。这顿纯玉米粉制作而成的猪食是熊哥特意给小家伙的加餐，毕竟他们都处于长身体的重要阶段。摸一摸这头最大的黑猪肚子，它已经怀孕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。它也是农场第1个生出杂交品种的母猪，当然第2头雌性野猪也已经怀有身孕。熊哥是通过肚子上的手感判断出的。尚未驯服的另外1头雄性野猪，熊哥已经将其放出了猪圈，也许让其和同类一起，能够逐渐的降低它的警惕性。不过这个家伙也确实没有让熊哥失望，才刚将其放出，他就找上了另外1头雌性黑猪，进行了友好的交流。虽然它的体型相比之下还很弱小，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磨灭它传宗接代的意志。而熊哥则是像老父亲一样站在旁边，确保交合完成。这样一来，3头母猪已全部受孕，而这也意味着自己的猪群在不久的将来会空前庞大。这样的情形可真是让人期待啊！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